新加坡时间周四晚间的6点整，大家晚上好。美联储不降息是整体金融市场已经提前知道的既定事实。那为什么几个小时前美联储公布完7月份不降息过后不久，整体金融市场就瞬间下跌，美股、比特币都往下插了一根针。那从基本面怎样去解读，也从技术面上面去分析一下当下比特币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交易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基本面上面的解读，就要使用到 TradingView 这个网站，讲到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监察。那这是一个工具啊。其实整一个7月份利率还没有公布之前呢，大家其实预计了9月份或者10月份美联储会进行一次降息。那降息跟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就等同于降息把银行钱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流向哪里呢？金融市场。所以呢，这是一个利多美股跟比特币的基本面。因此呢，市场有这样一个预期，就会觉得9月份或者是10月份应该会降。但是呢，鲍威尔在今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呢，讲得非常鹰派。他认为现在需要等待更多的关税影响的数据，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计划。因此呢，这些话语权就会让交易员丧失信心。可能他觉得今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呢，才会真正意义上的降息啊。9月份降息的概率虽然已经迫近了60%，但是有很多交易员他觉得不会降。那这个利多的消息呢，往后压到10月份，整体的概率呢也没有超过50%。因此呢，市场瞬间就从多头变成空头，往下插针。那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认为啊，整体比特币最后一波上涨的行情就是从降息那边启动。从基本面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就是美股总会在降息周期的尾声来一波最后的冲高，然后结束整一个牛市。所以呢，降息呢是有利于我们判断牛市是不是接近尾声。随即而来的8月1日，特朗普声称不会延期准时实施的关税，直接向市场传递了政策确定性和冲突升级的信号，消除了可能推迟或谈判解决的希望，瞬间引爆了整个市场积累的担忧情绪。这种情绪的核心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贸易受阻、企业盈利下滑的强烈预期啊。在这种全面避险的氛围下呢，投资者更倾向于什么？卖出自己风险资产，比如说股票、新兴市场资产、加密货币等，买入避险资产美元、美债或者是黄金，或者是持有现金以观望或应对不确定性。本次8月1实施节点恰逢美股处于历史高位回调期，市场本身就存在着调整的压力，关税战可能会成为加速下跌的催化剂。作为加密货币投资者，强烈建议密切关注美股，特别是科技股、美元指数、传统避险资产等表现。那这些都是判断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重要指标。那我们说完这些基本面信息之后呢，回归到 K 线上面跟大家做一下解读啊。那我认为昨天晚上那一针呢，应该是最近期的低点了。这个点的话不能再被跌破了，因为一旦跌破之后呢，比特币将会踏入115000美金的大关。那现在来看呢，7月份已经过了接近尾声的时间段，明天早晨就是收7月份月线级别 K 线时间，预计这根 K 线呢大概也是一根收不错的阳 K， 带有一点上影线的 K 线。哪里需要留意呢？就是必须要是月线守高于112000美金。这一口价格呢，因为一旦这个价格失守，就代表月线级别假突破，是一个明显的空头信号。所以呢，多头的朋友也比较简单，如果你现在手上持有比特币的话，劝你一句，在接下来下面布局的话，一直拉上来，你可以选择部分获利。如果你不选择部分获利的话，你拿着现货也好，一定要设置一个触发止损的条件单。当比特币的价格跌破115000美金的时候，你就开始减仓；跌破12万的时候，你就要离场。那这是从月线级别 K 线可以看出来的。比特币在过去10几天的行情里面有一个惯性，就是日线级别的话均高于117000美金，这代表价格一旦跌破这个价格之后呢，就有买盘的触发，买盘的承接大概就是117000以下。所以呢，任何一天包括今天，如果比特币跌破了117000，将会是一个空头的信号。那我们从日线级别比特币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还没有跌破。那现在整体的话就是一个位置的盘整啊。那么多头主要支撑的话就是117000，主要的阻力区呢在12万美金左右。那我们回到更短的时间周期去看这一波的波动该怎么去预测， K 线的话要怎么去看我们在上一期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波回调吃短期收益的最佳上车点，不知道各位观众也是否按照视频教学进行到开设仓位啊？那如果你开设仓位的话，应该已经盈利并且平仓了。那有关于比特币能否站稳在12万美金以上，因为现在去看的话只能通过日线来去看，但它极少站在12万上或者是稳定在这里。
你会发现它即使到了12万向上突破，但是还是会失守，所以呢，你就把它当作为持续震荡去看待。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实时更新的交易指标平台去看待比特币的情况啊。现在比特币的实时价格来到118326，我们给出的状态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位。那刚刚我们在分析技术面的时候，其实也有讲过，它在12万的时候一直是出现了一个较强阻力，突破不上去，或者是假突破，然后之后又回调。即便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给出了极强的做多信号，但我们看向的更像是长期的。如果你要吃短期收益的话，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开设仓位。对了，大家要记得每天去平台进行签到，那这些经验值的话，将作为后续空头发放的一个资格凭证。SOIP 的话，它是相对独立的，它是可以解锁平台所有数据指标的关键，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设置仓位，止盈止损。你只需要注册交易所并充值对应的 USDT， 你就可以获得到价值 888U 的 SVIP 的享受。那同时它是100个席位，先到先得。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享受手续费减免 20%。OKX 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最高返现 20%， 以及独家签名的 XT 交易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赶紧注册起来！另外，我们的跟单平台现已开放，可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进行跟单，赚取意想不到的收益。这里不建议小资金进行跟单。同样，我们在 XT 交易所上面也开启了 AI 量化的跟单，有闲置资金的话，可以选择跟单体验下，赚取意想不到的收益。凡是使用我们注册链接注册并且交易过的，我们为大家谋取了福利。点击到个人信息面板，选择到我的卡券，即可以看到。交易的话，可以使用到我们 XT 交易所啊，它是上新币速度第一的交易所。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周期线来判断未来的走势啊。那根据上一轮牛市的情况来看，周期情况来看啊，它在10月和11月会到达一个封顶值，那么很有可能也是今年这一轮牛市的最高点。那往后的话应该就是熊市，但是大家其实对4年这个周期的看法已经产生一点点偏移，认为今年的这个情况不太像是4年周期，或者不太适用。但是其实我们结合到以往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径来看的话，其实是大差不差的。整体的话还是按照我们上一轮牛市的路径在走啊。那么我对之后的10月份或者11月份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呢，在牛市尚未来临的当下的话，我们在做仓位的时候呢，不要选择到做空。如果你要吃短期收益的话，我们是推荐大家做空，但是做长期来看的话，肯定是以做多为主，能不做空就不要做空，以做多单为主。并且我们的 C7 SVIP 群的话，指标群啊，是在今日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给到了一个多单的信号。那开设的时候，因为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是在116000左右，就今天凌晨的时候，那我们开设一个仓位，止盈点设置在了117175，我们已经吃到这一波福利了，短期的收益啊，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那有些人会好奇，为什么好像也就只有 7.98 USDT， 好像也不多，因为我只开设了仓位的 2%， 是这个意思啊，我并没有把全部的仓位都开设到这个单子。那后续的话，我们这个群将进行到一个开放，大家拭目以待。